就这么几块芝麻大的肉，你竟敢卖5两银子？这些东西又丑又硬，扔在海边都没人捡，你竟敢卖5两？你怎么不去抢？嫌贵，可以不买，只是等会儿客官可别求我。求你？本公子在京城什么山珍海味没有吃过？望仙楼的鲍鱼燕窝，玉香斋的八宝鸭，便是南边运来的龙虾，本公子也吃腻了。我会求着吃你这几块破石头？哦，太香了吧！我方才明明刚吃过饭，怎么闻见这个味道又饿了？香有什么用？5两银子呢，本公子才不稀罕。5两好像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。你这个什么好，真有那么好吃？买5两就5两，本公子今日倒要看看你这几块破石头凭什么值5两银子。待会儿老子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一口入魂。您的蒜蓉烤生蚝，请慢用。鲜，难以形容的鲜，不是鱼汤那种绵长的鲜，也不是肉羹那种醇厚的鲜，蚝肉像是把整片海的味道都浓缩在了其中。这是什么神仙味道？望仙楼号称汇聚天下名厨，可那些动辄几十两银子的山珍海味和这个相比，简直就是个屁！值，区5两银子，简直太值了！这不是海里的海妖吗？渔民都说这种东西模样邪性，竟然还敢拿来卖5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什么海妖？你懂不懂吃？5两怎么了？老子就觉得值。原来是京爷，既然您都说值，那便肯定错不了。老板，给我来2份，我也来1份，给我留几只，这味道实在太香了，京爷都说好，肯定错不了。别急，我先来的。果然，无论哪个时代的人，都抵不过美食的欲望。每日都是这些东西，朕看着便烦。陛下，御膳房今日送来一道海州的新菜，说是在民间极受追捧，甚至有人愿意花5两银子只买一小盘。5两银子买一盘民间小菜，拿来。这是什么？海州人称其出生蚝，是海边礁石上的贝类。通知后宫，朕今晚要打10个。陛下，朕是说这道菜颇有提振精神之效，让御膳房再准备10份。奴才遵旨。另外，查清楚这道菜是谁做出来的。如此新鲜的吃法，御膳房那些人为何从未想过？陛下，奴才方才已经问过，做出此菜的人名叫顾长安。顾长安便是靖远侯顾怀称之子。顾家因勾结海寇贩卖私盐，于数月前被判全族流放鹿尾岛。流放？是。谁下令将顾家流放的？案件大理寺与刑部会诊，最后由齐国公世子萧成礼呈上证据。盐运使杜衡也曾上折，指认顾家参与私盐交易。一个能将海边废物变成珍馐的人，到了他们嘴里，竟成了贩卖私盐的废物纨绔。还有，御膳房研究不出的菜，他一个流贩却做出来了。究竟是御膳房无能，还是这场案子另有隐情？奴才不敢妄言。去查，明日一早，朕要看见结果。若有人敢借朝廷律法排斥异己，侵吞海路，
朕便让他知道，谁才是这天下最大的规矩。奴才遵旨。顾长安，你的命倒是硬，一路上发了3天高热，竟然还没死。船马上就要靠岸，官差只肯给我们1袋米。顾家36口，多你一张嘴，就少别人1口粮。长安从小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留着也帮不上忙，分粮时便不必算他那份了。上岛后让他自生自灭吧。二弟，长安再不成器，也是顾家的子孙。那大哥是想让我们陪他一起饿死？谁说只有1袋米？你烧糊涂了！押送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，每名留服配3日口粮。我们顾家36口，不该只有这1袋发霉的陈米。你还当自己是侯府少爷？你若不服，出去找他们理论。好啊，滚回去！谁准你出来的？我还以为赵差言喝酒的时候喜欢嚼沙子，原来是盐。放下！奇怪的是，海州官盐都用官仓的青印封口，这碗底沾的却是红印。红印是私传货号吧？你胡说什么？那里的船板声音发空，底下藏着东西。若是粮食，赵差爷最多算个克扣口粮；若是没有盐引的私盐，船靠岸时，我只需把这只碗往巡检官面前一放，赵差爷觉得自己还能不能平安回去？靖远侯府已经没了，你还敢威胁官差？正因为侯府没了，我才不怕。我们全家都要被扔到荒岛上等死，我一个快病死的流犯，临死前拉2个人垫背，很划算。你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2袋粮食。你拿一只破碗换我2袋粮？插牙可以买，也可以不买，只是下一位买家可能就是海州巡检官了。去，把剩下的2袋杂粮拿出来。这3袋粮从现在开始统一保管，发霉的陈米挑拣清洗后尽快吃掉，好粮必须留下种子和应急口粮。凭什么由你保管？就凭我知道怎么让这3袋粮养活36个人。照长安说的做。鹿尾岛到了，朝廷开恩，留你们一条性命。岛上是死是活，全看各位自己的造化。先找背风高地扎营，粮食不能靠近海滩，所有能装水的东西全部收好。程烨，你带几个人捡干柴，女人和孩子不要进林子，谁也不许单独行动。下雨了，快护住粮食！粮食被冲走了！粮食，我们的粮食！谁说荒岛上没有粮食？这片大海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的粮仓。一个孩子能吃多少？先煮一锅粥，让大家垫垫肚子。再饿下去，别说开荒，连路都走不动。祖母年纪大了，确实撑不住。老夫人，祖母晕过去了。快拿水，让小长安抬到祖母的地方。不能动那袋粮。让开！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惦记着那点种子？你是要眼睁睁看着你祖母饿死吗？祖母是受了寒，现在喝一碗只有米水的稀粥，救不了她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程烨，带4个人跟我去海边。
其他人烧水，把昨夜接的雨水全部煮开。海边能有什么？吃的。你说的吃的在哪儿？到处都是。这些石头，这是生蚝。生蚝是什么？这东西真能吃？能吃，而且味道不错。用石头敲开外壳，只取里面的肉。小螃蟹抓活的，死的不要。海带挑表面完整，没有腐烂的。动作快，涨潮前必须离开礁滩。这么点米，够谁吃？够36个人吃。好香！这真是刚才那些石头做的。还差一点，雨水冲洗后汤底偏淡，祖母身体虚弱，需要更能刺激食欲的味道。用这个吧。入狱之前藏下的，本想留给母亲路上使用，如今大家都在一条船上，不必再分彼此。多谢。可以吃了。祖母醒了。香。昨日我让你离开顾家，是我不对。从今往后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便做什么。想活下去，所有人都要做事。好。锅里还有没有？没了。明日退潮，还能继续去捡生蚝，海带可以晒干储存，螃蟹也能做酱。只要肯动手，暂时饿不死人。气味苦涩，这种草含有强烈刺激性，少量食用便会引发腹痛和腹泻。近日那锅粥中也出现过同样的叶片。海带是我亲手采的，这几根草不可能自己钻进锅里，有人趁着混乱，在全家唯一的一锅食物里下了东西。长安，粥，昨晚的粥里有毒，有毒！我们也喝了。是不是那些石头疙瘩根本不能吃？我就说海里的怪东西不能吃。顾长安，你自己想死，为何还要拉着全家陪葬？昨日所有人都喝了粥，为何只有长安发作？兴许他吃的最多。二叔这是准备去哪儿？你没中毒？自然没有，这种草只会让人腹痛不止。若昨日那锅粥被下足了分量，现在所有人都应该上吐下泻，再无力气看守粮食和工具。到时候二叔便可以带着二房的人抢走粮食和工具。是也不是？你血口喷人！是不是血口喷人？搜一搜便知道。程烨，检查二叔的袖带。二弟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什么一家人？我们已经被扔到荒岛上了，粮食只有2袋，36个人一起吃，谁都活不了。敌方这些年占尽了便宜，凭什么到了荒岛还要我们二房跟着你们一起死？所以你便给老人和孩子下药。我又没想毒死他们，只要他们病几天，我们便能带着粮食离开。荒岛这么大，各过各的，有何不可？怀仁，你小时候生病，
是你大哥背着你走了10几里路求医，流放途中你受不了刑棒，也是淮山替你挨了3棍。如今刚上岛1日，你便要害他全家。我只是想活，谁都想活，但想活不代表可以踩着全家的尸体活。你说的倒轻巧，2袋粮，36张嘴，你拿什么保证让大家都活下去？从今日起，顾家不再按照嫡庶长幼分配食物，所有粮食和工具统一登记，任何人不得私藏。老人、病患和6岁以下孩童每日领取固定食物，其余人按照劳动分配。捡1捆柴计1分，挖1丈泡水出计3分，采集食物、搭建营地、捕鱼巡夜都按男役计分。若是不会干活呢，便吃多少饭？学，岛上不养闲人。二叔今日的任务是捡够10捆干柴。你让我去捡柴？不愿意也可以，今晚没有饭。你敢？粮食分配权是祖母交给我的，粮也是我从赵恒手里拿回来的。你可以试试我敢不敢。只计分不计具体做了什么，时间久了容易争执。苏姑娘有更好的办法。每项活计定下固定工分，再设1名机器人和1名负责人，每日收工时当众核算，有异议当场提出。纸张不多，可以先用木板记总数，账簿只记录粮食、工具和重要物资的进出。苏姑娘从前管过账？苏家13间铺子、4座仓库、2只商推的总账都是我核的。从现在开始，账目交给你。你不怕我做假账？一个宁愿把最后10几粒盐拿出来的人，暂时值得相信。只是暂时。荒岛之上，活下去需要信任，更需要规矩。程烨，你跟我去寻找水源。怎么这么臭？里面有人。尸体不是意外掉入，岸边有拖拽痕迹，有人故意把死者扔进水坑。不远处的湿泥上还有凌乱脚印，一路延伸向密林深处。先是时钟被人放入毒草，如今连唯一的淡水坑也被尸体污染。这座岛上的危险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多。那是周瘸子，住在岛西，平日里替人捕鱼换粮。3日前他便不见了，我还以为他去了岛北。那处水坑本就不大，如今泡过死人，不能再喝了。我早就说这座岛不能活人，没有粮船，没有淡水，朝廷分明就让我们扔来等死。闭嘴！母亲，昨夜的雨水最多撑2日，2日后怎么办？难道喝海水？这种螃蟹能不能吃？暂时别抓。水坑被污染后，它们没有四散逃离，而是沿着相同方向移动。那边很可能存在另一处稳定水源。准备绳子和木棍，我进林子找水。我跟你去。我也去。我一起。你需要有人记路线，每隔50步留下标记，比凭脑子记可靠。林子里可能有野兽。找到水之后，还要保证全家能够再次找到。这里的泥比外面湿，泥土能成团，地下含水量明显升高。野鸥喜欢湿润环境，没有走错。没有水。水在石头下面，里面真的有水。石头太重，推不开。不是推，是撬。父亲，压住这边。程烨，和我一起用力。别让它落回去。
有水了，我们有救了。这里似乎有人来过，脚印比我们留下的更深，应该是昨日或前日留下的。碎石坡也是人为封闭，有人早就发现了这处泉眼，还故意将其隐藏起来。先运水回去，今日之内再带人拓宽道路。泉眼属于岛上所有人，任何人都可以取水，但不得污染水源，不得在上游清洗积物，更不得私自封堵占据。每日有2人轮流看守，若有人破坏泉眼，便永久驱逐出取水队伍。这个公平。水是你找到的，路是我们顾家人清出来的，为何让外人白喝？今日我们强大，便能站住泉口。明日若来了一群比我们更强的人，是不是也可以把我们赶走？资源有限时，靠拳头独占只会引来争抢和仇恨。立下所有人共同遵守的规则，才有可能长久。顾小哥说的在理，只要让我们取水，我曹武愿意轮流看守泉眼，也愿意跟着顾家干活。算我一个，我也愿意。看守泉眼，我来轮第一班。罗一刀，岛系流犯的头领，手下聚着20多名亡命徒，岛上没人敢招惹。你们就是昨日新来的顾家人？这泉水是我们发现的。发现？这口泉老子5年前便知道，是我们用石头封住的。既然是你们封的，为何不用？因为泉眼离盐爷的地盘太近，如今你们把路清出来，倒省了不少麻烦。从今日起，顾家每月交出1半粮食，只要照做，这口泉可以让你们继续用。不然呢？不然你们一滴水也带不走。你们一共多少人？想算算自己有没有胜算？不是，我是在算要准备多少吃的。你们既然早就知道泉眼，今日来此便不只是为了抢水。若真想赶走我们，昨夜便可以动手，不必等到天亮。你带着10几个人过来，却没有立刻伤人，说明你想要粮食，又不愿损失人手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先谈生意。你拿什么跟我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烤生蚝。你不怕我杀了你？杀了我，你只能得到一顿吃不明白的东西；留下我，你以后想吃多少便能吃多少。老大，味道如何？蜂蜜就剩那么一点，全让他们吃了。你想换什么？岛上的情报，哪里有可以耕种的土地，哪里有野兽，哪里不能去。还有你提到的盐爷究竟是什么人？岛北住着一群盐匪，人数大概50。周瘸子就是他们杀的。岛东有片平地，土里全是盐，还有一片谁吃谁死的毒树根。毒树根很可能就是野生木薯，只要处理正确，就能成为高产主粮。还有什么？岛北有一处废弃码头，每月会有1艘盐船靠岸。下一艘船什么时候来？3日之后。这是岛上的截图，东西可以给你。你要多少粮食？不要粮，以后你做出这种东西，分我们一些，我们的人也可以替你捕鱼、砍树。食物按照劳动交换，想吃多少便做多少事。成交。1勺蜂蜜，10几只生蚝，换来2把斧头和1张渔网。即使按海州最低物价，也至少值3两银子。这笔生意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信任的机会。你想把这些人都变成顾家的人？是变成岛上的人。有人！营地外全是人！谁是顾长安？听说新来的侯府少爷很会做饭，正好爷爷们还缺个厨子，男人杀了，粮食、女人，还有那个会做饭的小子，全都带走。水烧开了吗？烧开了。
很好，那便请他们喝一锅汤，请他们喝汤。哈哈哈！怎么吓傻了？老子数到3，男人跪下受死，女人自己走出来。敢反抗一个，我便多剁一个。程烨，把煮水的大锅搬到最外侧火堆上。二叔，带老人和孩子退进草棚，用湿布捂住口鼻。罗老大，把你的人把营地两边的火堆全部熄灭，只留中间这一处。其余人拿木桶装水，把退路房的草地全部打湿。你有办法？有。死到临头还在做饭，这小子莫不是想用一锅汤收买我们？说不准，他们喝了以后便不想打了。你想用烟？对。风向会不会变？短时间不会，方才海边起了潮，夜风至少还能稳定半个时辰。所有人把衣袖和布巾打湿，捂住口疾，不要站到火堆下风处。2、3，动手！走！冲过去！这东西杀不了人，给老子冲！罗一刀，只夺兵器，退到上风口，不要恋战。明白。是你！你们头领已经被抓，放下兵器！真打赢了！二叔方才不是说这锅汤没用吗？我那是担心大家。清点伤员，先救人。被抓的盐匪也要清洗眼睛，用干净水从眼角向外冲，不许直接用手揉。他们方才还想杀我们，活人比死人有用。有种便杀了老子！你以为抓住我便赢了？今日跟我来的只是一半人，3日之后严船靠岸，船上还有几10名护卫，到时候你们顾家一个也活不了。3日后的盐船从哪里来？盐船会带什么？哼！给他们每人1碗海带汤，不要放山椒。你不杀我们？暂时不杀，因为3日之后，我还要借你们的盐船做一笔生意。按照现在的消耗，即便完全不动那2袋粮，近岸可轻易采集的生蚝也只能支撑10日。63个人，每人分不到1斤鱼肉，大家还要修建营地、开路、取水，消耗远高于普通人。所以必须尽快找到主粮。你怀疑罗一刀说的毒树根可以吃？不是怀疑，我基本可以确定那是木薯。就是这种东西，3年前有人挖来烤着吃，吃完没多久便口吐白沫，11个人死了7个。哼，岛上人都叫它断肠根。长安，这东西真能吃？能，但他们处理错了。毒性主要集中在表皮和外层，生吃、简单烤日都很危险。先挖20株带回去试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私自食用。若这东西真能吃，别说60个人，便是600个人也吃不完。还要泡多久？至少2日。吃个树根而已，哪来这么多讲究？依我看，放进锅里煮熟不就行了？
你若想死，可以直接吃。长安，还是找只活物先试。口感介于红薯和山药之间，已经没有明显苦味。每人一块，小心烫。比高粱饼还软，这东西顶饿。给老子也来一块。今日挖了多少木薯？230斤。按照公分，你能分3块。我堂堂盐帮老大，只有3块。你上午迟到半个时辰，下午与人争执打翻一筐削皮木薯，扣除损失，只剩3块。不过是树根，还真能毒死人不成？味道有些苦，什么断肠根也不过如此。二老爷出事了，快来人！和3年前那些人中毒时一模一样。没救了，吃了断肠根的人，没有一个能活过今夜。烧热水，程烨取盐和糖。苏明珠，记录时间。这人已经开始抽搐，救不来了。救不救得回，要救过才知道。把他侧过来。长安，你二叔还能不能活？不知道，但毒物已吐出大半，接下来能不能撑过去，要看他自己。二弟，醒了！不是我偷吃的，是有人给我的。我巡夜时，长安端来一块烤好的木薯，说已经处理干净，让我尝尝。二弟，你说什么？是他记恨我给粥里放草，故意给我吃有毒木薯，再假装救回来，让全家感激他。还有没有良心？长安守了你一整夜，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？那块木薯就是他亲手给我的。长安，你怎么说？苏明珠，昨夜戌时3刻，顾长安与顾承业一同检查木薯浸泡缸。亥时初刻，顾长安与我核对物资消耗。亥时2刻，巡夜人发现顾二老爷中毒。从始至终，顾长安都不曾单独靠近顾二老爷。你与他一伙，自然替他说话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这是在你火堆边发现的，树枝一端沾有油脂。昨日晚饭你嫌木薯饼太淡，向厨房要了1小块烤鱼皮，用右手拿鱼皮，油脂沾在拇指和食指上，树枝上的油印位置与你握持时完全生符。待处理木薯堆少了半根，切口是被人用手掰断的。二老爷右手食指指甲内还残留着新鲜木薯浆液。若真是顾长安有意下毒，只要不给你催吐，你昨夜便已经死了。二弟，你偷吃木薯已经犯错，长安救了你，你竟还要反咬他一口。我只是一时糊涂。从给全家下泻药到偷吃有毒木薯，再到诬陷救命恩人，二叔糊涂的时候未免太多了。从今日起，顾家所有食物、工具和劳动分配全由长安掌管。若有人再破坏规矩，第一次扣除3日工分，第2次逐出营地。至于顾怀仁，罚去清理粪肥1个月。母亲，再多说一句，便罚2个月。木薯不是不能吃，真正危险的不是食物，而是自以为是。少一道工序，省半日时间，都可能死人。是，明白了，照长安说的做。船，西南方向来了一艘船。顾小少爷，没想到你还活着。
韩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哼，老子打输了。看来顾少爷本事不下。托赵差爷的福，暂时还活着。言传不接待朝廷流犯，除了韩彪的人，其他人不得靠近。赵差爷按照规矩办事，自然无错。哼，算你识相。一张皮换半斤糙米，一袋鱼干换2把盐。上个月是上个月，如今海上风大，运粮成本涨了，你爱换不换？赵差爷，既然货价由你决定，我们想从船上买东西，应当也是你开价。不错，糙米1两银子1斤，菜刀10两1把，铁锅50两1口。你怎么不去抢？就是在抢。这里是鹿尾岛，方圆100里只有这1艘船会给你们送东西，嫌贵可以不买。你不是很有本事吗？自己在岛上变一口铁锅出来。赵差爷说的对，买卖应当你情我愿。准备鱼和调料，顾家不买了。都用掉，留一半。什么味道？像是烤鱼。烤鱼哪有这么香？赵头，盐湖还要清点许久，不如让我们下去看看。不许！谁敢与顾家交易，连扣1个月工钱。免费试吃。好吃，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鱼。给我尝一口。想吃，拿东西换。我出10文，10文也想吃这种鱼。我出50文，我出100文。都给我滚回去！顾公子，我这把刀虽然旧了，磨一磨还能用，换半条鱼如何？可以。外焦里嫩，连鱼刺旁边都是香的。这把刀换的值。我有2斤豆腐换，我用1把铁勺换。这鱼怎么卖？今日只烤3条，价高者得。1条鱼而已，还要竞价？普通鱼自然不值钱，但船上只有冷饼，岛上只有我的烤鱼。第2条鱼，我出1口铁锅。那口锅是船上的货，是沈家商号的货，不是你的，我有权处置。成交。第3条鱼，换1把菜刀和20斤2种。2种没有20斤，只有10斤豆种和5斤4种。再加2只陶罐。可以。这锅至少值2两银子。海岛上的价值不能按照海州市价计算。有了铁锅，我们可以熬汤、煮酱、炸制食物，还能一次给更多人做饭。它创造的价值远不止2两。够了！从现在开始，任何人不得再与顾家交换物资。收起套板，所有人返回船舱，不得与岸上交谈。顾长安，你以为自己赢了？从今日起，我会通知所有经过鹿尾岛的船，谁敢与你们交易，谁便是与盐运司作对。我倒要他会封锁鹿尾岛，那你为何还要当众让他难堪？撑多久？因为封锁一座岛容易，封住所有人的嘴和胃很难。在下陆文远，是海州陆家盐号的少东家。方才尝过顾公子的烤鱼，实在难忘。今晚可否专门备一桌？可以，但不是一桌。今晚戌时，鹿尾岛举办第1场海鲜竞卖。竞卖？顾公子准备卖什么？蜂蜜烤蚝、香辣蟹、炭烤海鱼，还有1锅海带鱼汤。每样食物数量有限，陆公子可以独自购买，也可以邀请船上其他客人一同竞价。
好，戌时之前我会带人回来。盐船上大约有80人，真正有能力出价的不超过10人。若人人都能买到，价格必然上不去。蜂蜜3盘，香辣蟹2盘，炭烤海鱼3条，海带鱼汤只卖1锅。另外准备少量试吃，每人只能尝1口。你做过静脉？苏家曾经有一批南洋香料受潮，我让人把尚未受潮的部分分成小盒，请17家香料铺当场竞价，最后卖出的价格比原价还高2成。那今晚能卖多少？若只按海州酒楼价格，最多2两，但这里没有酒楼，也没有其他热食，10两。一顿饭卖10两？10两只是底价。把鱼骨鱼头放进锅中煎香，再加入泉水和海带，慢火熬至汤底。陆少东家，你把我们叫到荒岛上，便是为了吃这些贝壳？连张像样的桌椅都没有。我在海州吃一撮上等席面，也不过几两银子。每位客人可以免费品尝1只。我买还不成？试吃每人1只，3盘蜂蜜烤蚝，每盘12只。第1盘起价500文，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0文。1两，1两200文，1两500文，2两。第1盘2两成交，第2盘2两300文，第3盘2两500文。辣，越辣越想吃。这汤汁拌冷饼，怕是也能吃下3张。香辣蟹2盘，卖出5两400文；炭烤海鱼3条，卖出6两200文。这一锅我出5两，5两便想买走，我出8两，10两。这锅汤不仅我要喝，船上的兄弟也要喝。船上80多人，这一锅可不够分，所以我买的不是这一锅，我出10两，请顾公子明日登船，再煮5锅。不登船，赵恒视顾家为眼中钉，我若登船，未必还能平安回来。那便在岛上煮，明日我让水手带锅过来。蜂蜜烤蚝合计6两800文，香辣蟹5两400文，炭烤海鱼6两200文，鱼汤定金10两，除去赠送与损耗，今日总收入28两100文。长安，你真的让全家活下来了。不够，现在只是吃饱，想要不再任人宰割，还要有自己的产业、自己的船和自己的商路。顾公子，我想买蜂蜜烤蚝和香辣蟹的配方，价格可以再谈。配方不卖，50两已经不低。陆公子今日买走配方，明日便能在海州开店，到时候顾家还能卖什么？那我订购成品。还有一件事我必须提醒你，你们的菜中用了盐，若大量腌制海货提炼盐汁向外出售，便会被认定为私制盐货。海州盐运使杜洪对私盐查得极严，轻则抄没全部财产，重则处斩。我们没有卖盐。你们是否直接卖盐并不重要，只要杜恒认为你们影响了官盐生意，鱼干、酱料、腌菜，甚至这锅汤都可能成为罪证。赵恒背后站着的正是盐运使杜恒，好自为之。要不别做了，我们好不容易逃过死罪，若再被抓住私制盐货，可真要丢命了。28两已经够我们用一阵子，守着木蜀地，安安稳稳活下去不好吗？沿海盐价昂贵，普通百姓买不起足量食盐，可海鱼若不腌制，便无法长期保存。盐运司控制的不只是盐，还控制着沿海所有依赖盐的产业。想避开渡盐的刀，不能直接卖盐。不卖盐，我们卖咸鱼。沿海盐价昂贵，普通百姓买不起足量食盐，可海鱼若不腌制，便无法长期保存。盐运司控制的不只是盐，还控制着沿海所有依赖盐的产业。想避开渡盐的刀，不能直接卖盐。不卖盐，我们卖咸鱼。不卖盐，
卖咸鱼，咸鱼不也是用盐腌出来的吗？那位陆公子已经说了，只要杜宰想查，咱们卖什么都能被扣上私盐的罪名。所以不能只卖咸鱼，盐只是加工的一部分，我们卖的是处理、味道和保存时间。朝廷禁止私自盐、贩盐，却没有禁止百姓用购买来的盐腌制食物。只要每一批盐都有购买证证，账目上又能证明盐全部用于食材加工，杜衡就很难直接用私盐罪拿人。不错，我们不仅要记鱼竿卖了多少，还要记录每斤鱼用了多少盐，盐从哪条船买来，由谁经手，剩余多少，都要一笔不差。卖几条鱼而已，至于记得这么细？因为杜衡不会把我们当成普通卖鱼人，别人少记一笔账，最多是生意糊涂，我们少记一笔，便可能成为杀头的证据。从明日起，扩大捕鱼，鱼按照大小和种类分开，大鱼留作鲜食和烤制，小杂鱼用于鱼干加工。任何死去时间不明、鱼鳃发黑、腹部破损的鱼，一律不得进入作坊。都要腌成一个味道吗？当然不是，同样是鱼，可以做成原味、香辣、蜜汁和海盗鲜香4种。想买便宜的，可以买小包试吃；想拿出去转卖的，买大包批发。小包每包2两重，用宽树叶包裹；大包5斤起售，价格低20%。购买20斤以上，可以在沿海小镇独家销售7日。独家？什么叫独家销售？同一座小镇7日内只卖给他一个人，这样商人不用担心有人拿同样的货压价，会更愿意一次多买。原来如此。还有一个规矩，做鱼干的人必须洗手。鱼都是海里捞出来的，做完还要晒几日，洗不洗手有什么区别？有，盐少了鱼会坏，鱼腹没洗干净会发臭，晾晒时沾上脏水，客人吃了会生病。今日你省一点水，明日坏掉一批鱼，损失的是整个作坊的名声。未经允许，不得跨过这条线。作坊里不许吃东西，不许乱扔鱼内脏。规矩比关牢还多。可以不守，被赶出作坊之后，按照普通捕鱼工分计算。吃的时候只需掰一小块放进热水，便能得到一碗带着鱼香万味的海带汤。这香辣的下酒不错，蜜汁的孩子应该喜欢。原味最便宜，适合带回镇上卖。原本的10斤改成30斤。海州南面的青沙镇有人销售了吗？没有。那你可以买50斤。7日之内，我们不向其他前往青湾沙镇的商人出售同样的货。好，原味20斤，香辣15斤，蜜汁10斤，海带味5斤。早知道这些破鱼这么值钱，从前侯府就该京城卖鱼干。京城有酒楼，有肉铺，也有从沿海运去的上等少的杂鱼。在那里，只有在缺乏热食、难以保存食物的海上，他们才值这个价格。鱼竿不见了！昨晚晒在外面的鱼竿全被人偷走了，足足有80多斤，按照昨天的价格，至少值10两银子。抓住小偷，一定要把他的手砍下来。上等鱼竿1斤没少。果然，偷东西的人为什么只拿失败品？不是临时起意的岛民，是有人提前打听了作坊的安排，再雇人来偷。因为他不知道哪些是失败品，也不知道真正的货物昨晚已经收入仓棚。他只是按照别人告诉他的位置搬走了外面所有鱼竿。赵恒，他在岛上安插了眼线。岛上这么大，外面的人想摸进来并不难，把所有人堵在这里有什么用？昨夜负责守卫晾晒场的4个人，有2人称自己在子时听见营地东侧有响动，便一起前去查看。另外2人本该留守，却说临时杜腾离开了近半个时辰。这么巧？我们真的听见了响动，东侧草丛里还有被踩断的枝条，不信可以去看。谁最先听到响动？老六，是我。你听见的是什么声音？像有人踩断树枝。几次？2、3次。间隔多久？
当时天太黑，我没注意。你们昨晚吃了什么？一样的木薯饼和鱼汤。其他人有没有服从？没有。你们二人同时发作，又同时恢复。血渡草。有人在守卫的饮水里放了草汁，目的不是毒死人，而是让守卫暂时离开。东侧的响动，也是你故意制造的吧？顾公子，我只是替人传话，我没偷鱼竿。谁让你传话？是岛西的孙麻子，他说只要把守卫引开，便给我1斤糙米。孙麻子是从前跟着我的人，半个月前说不愿加入顾家营地，带着3个人离开了。他现在住在哪儿？西边旧石洞。赵恒偷这些鱼竿做什么？他很可能想知道顾家的鱼竿是如何制作的，也可能准备拿去售卖。不过这批鱼竿盐分不均，又没有彻底晒干，短时间吃不出问题，密封1、2日后便会迅速变质。那我们要不要提醒他们？不必。既然费尽心思偷走，便让他们好好享用。连夜把鱼竿送上小船，方向正是海州。顾公子，赵恒出事了，死了。还不如死了。赵恒把品相最好的一批鱼竿送去盐运使府中管事宴席上，等到开席那天，密封在坛中的鱼竿已经开始腐败，坛口一开，臭气冲出厨房，管事吃了一口，当场吐在桌上。如今整个海州都知道他拿臭鱼宴请贵客，活该！偷东西还偷一堆坏的，这种人也能当官差？顾公子，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赵恒丢进盐面，已经认定是你故意算计他。他今日一早放出话来，1个月后任何粮船都不得再向鹿尾岛出售粮食。他有这么大权力？赵恒自己没有，但他替盐运司办事。海州附近的货船想要顺利出港，都不敢得罪盐运使杜恒。从下个月开始，哪艘船敢给鹿尾岛送1粒米，咱们可以多花钱。不是钱的问题，船被扣上1日，损失的便不止1袋粮，没人敢冒这个险。1个月，赵恒只给了我们1个月。不是赵恒给我们1个月，是这座岛给了我们1个月。从现在开始，不等粮船，我们自己种。岛东距离营地近，开垦最方便。可这种地真的能种活东西？不能直接种粮，先挖排水沟，引雨水冲洗土中盐分，再种耐盐的海蓬草和豆类。海蓬草也能吃，嫩的时候可以当菜，长大后翻进土里，还能增加肥力。岛东作为改良试验区，靠近泉口下游的缓坡种植蔬菜豆类，岛中部开垦木薯和粟米地，潮湿洼地尝试种植芋头。所有种子极其有限，15斤2种是顾家眼下全部希望，一旦种坏，短时间内便无法得到补充。种地便种地，为何一块地只撒这么点儿？全部撒下去，若土壤不合适，一次就会赔光。先小规模试验，找到最适合的位置再扩大种植，家底越少越不能堵。往里面倒鱼内脏和海草。这东西放在一起不会更臭吗？会。那还留着做什么？做肥料。侯府后院的花匠种牡丹也没见用鱼肠子。侯府买得起粪肥和豆饼，我们现在有什么？鱼肠子。所以别嫌弃，从明日起，这几处肥坑都归二叔负责。我还要清理多久粪肥？老夫人罚的是1个月，今日刚满11日。发芽了，地里发芽了！
真的能活？长安，这片荒岛真的能种粮？只是第一步，有几株豆苗边缘已经微微发黄，土壤和肥力仍有问题，但总体出芽率远超预期。赵恒所说的1个月断粮期限，依旧像一把刀悬在众人头上。可每一株新芽，都在让那把刀失去几分威慑。长安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野猪！菜地里全是野猪！半个月的心血全毁了！快躲开！杀！把这些畜生全部杀光！不能全杀，大的做肉，小的留下来养。养野猪，顾公子，你可看清楚了，这东西发起疯来，连人都敢顶。成年公猪大多难以驯养，留下母猪和幼崽，其余成年野猪捕杀。岛上没有稳定家畜来源，这些野猪既是灾害，也是送上门的种源。母猪和幼崽能养，公猪杀了吃肉，这买卖划算。把野猪往东赶，利用原版的培水沟加深挖宽，上面铺细枝和草叶，沟两侧打入木桩，留出一道只能向前的窄口。成年野猪掉进去后，用长矛从高处攻击，幼崽和母猪用渔网分开。少说也有1000斤肉，咱们能吃很久。